迄边看过迄边山，看去山里也真好看。遮久无解兄弟哦看，目屎亲像冷水泉。迄边看过迄边天，看去草树甲梨田。遮久无甲兄弟哦见，倒落目屎流规面。很多人问我说，为什么我对香包歌这么有兴趣啊？因为它非常重要。因为香包歌呢，其实是非常多人心中的答案。其实大家现在非常重视的就是说，到底台湾文化是什么？好，台湾的文化到底在哪里？但是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台湾共同的文化的表征？那其实香包歌它就是一个台湾共同的，就是讲台语的这一个族群里面的一个共同的文化记忆，那就是香包歌。那也因为我发现了这个香包歌是这么的重要，所以我觉得它非常的需要被大家认识。我们自己的文化一直都没有去有一个动作叫溯根的，好去寻根，所以其实我们有很多的音乐会缺少了我们自己的特色跟味道。Well, it's Taiwanese history. In order for any culture to know where they are going, they should know where they came from. I think we should do everything we can nowadays to preserve our identity. 那所以我就开启了这个一连串，在很多人眼里可能会觉得说你怎么这么执着的一件事情，然后也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么迫切的需要，或者是说这么紧急的需要，赶快把它记录跟保存下来，因为这些耆老他们其实都80、90岁以上。公你家吗？阿公。阿公，哦，你好，哦，你即摆来，你好。开水落大，白烧着，啊，河流满地真唔对。是恁君啊，袂晓有笑，我是阮的抱乐哟。哎呦，你迄唔好点啊！手寒地脚六角笑，来去地山漫地叶。身躯怕担惊人笑，若无艰苦钱袂着。你敢会晓听？有，嘿，但是这若是要对，安怎对？啊。搁地啊悠悠着风念，念甲日头一卡尖。我若念一句，哎，你演一句，我念一句，演一句，拢迄是小波伊一句来，我一句去。拢听伊个无声，才会着声，才有哈啦。嘛无较早嘛无人咧记录吼，嘛无人咧重视吼。咱拢有一个咱这种吼一种三种吼，就讲吼我就想讲感觉吼，这种物件爱保存吼，咱就来做吼。有时候都不会去计较说有钱无，有啥物无，有啥物效益哦，后面会有得到多少什么，不用想那么多了。咱台湾的迄个文学的基础就是四句联，歌册吼，歌戏吼，念歌吼，拢是四句联。通常就是我创作完之后呢，另外一个人他就要即兴的去对应我讲的东西，然后这4个句子的句尾，通通都是要押韵的。那大概就是前2句我会抒情啦，讲一些事情，然后后面2句我可能还是会继续讲，但是我可能会埋一些伏笔，让别人来对唱这样子。他就是在描绘借景抒情，他在讲的都是台湾他的他们这个先民所身处的风光，所以在这个茶山部分，我们就班得修波，触景生情，由口而出，这个才是台湾。咱拢无电话，无手机啊，迄查某就是讲我若交一个女朋友，伊就歌该念咯，人迄查某就要该演。有意爱的时阵，因为伊就会将小步歌来做传承。这边看过，迄边论，看见小娘仔咧红水船。哦，安尼较早这个好像慢地歌啦，较热销啦。
安尼生吼，较早唱歌爱成出的啦，是要唱无错啊。因为小波歌的好处就是讲，可以找很多代表意义，所以讲得很粗野的话，就粗鲁的话，对不对哈？他可以用很文雅的把它带过去。有一批人是非常会唱的，而且唱得非常棒，你知不知道？我说我不知道。他说校长，我们要不要把他们找来？那我们就去收集，去等于是采集了哈。我那一天我记得来了大概30几个，然后农会就赞助茶酒，所以就这样开始。那一开始他们都很客气啦，都不唱啦，都挺麻烦的，都坦白讲。所以我只好把酒打开了，以后开始喝酒。然后当1个小时以后，大概也酒喝的差不多了，所以欲罢不能。我记得2个小时到了，后面那个1个小时当然就整个都是很完整。2个小时到了还没停，所以后来我记得第一次就大概快3个小时。OK， 今天是第29届传统艺术金曲奖，然后我们刚刚已经知道结果，我们并没有得到最佳跨界专辑。那我觉得非常可惜，因为我没有办法上台跟大家讲这个香包歌的重要性。那现在我们可以听到我们背景音乐在唱歌仔戏嘛，那歌仔戏其实在今天也是抢尽风头这样子，大家都非常的重视，然后也知道歌仔戏对这个台语文化的这个传承是很重要的。那其实我很希望可以有机会可以告诉大家的是，其实呢小歌歌的重要性在于它其实是歌仔戏的源头，所以它其实是台湾音乐的妈妈，台湾音乐的 DNA， 我称它叫做台湾音乐的 DNA。所以虽然没有得奖，但是呢，我也告诉我说，我应该要更加的努力，来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小歌歌对于台湾文化的重要性。等于是我们在跟时间赛跑，那我觉得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那对于我来讲，最大的困难会是在于，因为知道人实在是太少了，那还有因为对他的不了解，所以你跟他说小歌很重要的时候，人家是没有那个感受的。可是每次我跟大家就是提完香包歌是什么时候，人家就会觉得说它真的蛮重要的。就是很多人也会问我说，那蔡老师那怎么办？这个东西如何扭转它的形象，如何延续下去？所以我觉得有年轻人，有更小的人会唱，那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哈。所以我们在那个我除了就是开始音乐专辑的制作之外呢，我们就开始有进学校。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在国中小推动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在去年开始呢，嘉文老师就一直涉入这样的一个领域，开始来探究。那今年我们也差不多顺应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大概是第2年在推动。参加坪林国中的一个联盟，那刚好这边也有这个相关的耆老可以当我们的顾问，所以就这样一拍即合。我们希望香包歌不只是在坪林，也希望说所有在新北有产茶的茶区的学校，其实也都有香包歌哈。因为根据林金城老师的研究，大概新北市有13个区都有。那我们希望说能够结合更多的教育工作者，那一起来推动。所以蔡嘉芬老师他用乐器，像不管是吉他啦，或是长笛啊，各方面的乐器，把香包歌又往外延伸了。除了唱之外，又往外延伸了。那我会觉得像这个也是一条，就是把整个变丰富，每一条线呢都可以把它丰富。丰富了之后呢，它本身的一个内涵就会提升。那内涵提升的时候，整个价值就会高。那 Rene 其实是我耶鲁大学的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是世界很有名的一个吉他家。那邀请他来台湾，那他那个时候就跟那个主办单位说，我有个好同学在台湾，然后所以我就开始跟他有那个音乐会上的互动。我当初呢，先给 Rene 是谱就那个作曲家黄俊达，他先把谱写一写，然后我们就寄给 Rene。那时候他在美国。那我们第一次要开2021
2016年的这个音乐会的时候，他飞过来。那飞过来之后呢，我就现场就播放了。他来排练的时候，我就播放了那个汪孝波阿嬷给他听。我就跟他说 ，Rene， 我们以后录专辑的时候前面是这一段，这首歌是从这一段来的这样。结果 Rene 一听，他就跟我说，哇。这就是这首歌哎，这样子，他就说哇，这个音乐就是这样子哎。那 Rene 他听到了这样的音乐，他虽然在演奏他的吉他，但是他感觉非常有台湾风味，所以我觉得像古典音乐，它可以跨越了我们语言的一些隔阂。I mean, we already played a year ago. There's no surprise. I'm very excited. I'm very excited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play it again in Taiwan, which is great. 我觉得从茶香之中感觉到这个浓浓的人情味是我觉得是在这个地方对我感动最多的一个地方，所以我就把它写下来。其实，在之前我们一直在跟蔡老师讨论说，我们有没有可能办一场社区的音乐会，让我们的孩子跟我们在地的耆老，还有我们的妇女，我们在地的妇女一起呢来唱香包歌，大家一起呈现一个唱香包歌其乐融融的画面。那今天呢，非常感谢大家莅临，真的我们做到了。等于平林因为修伯瓜呢，大家就是因为这个音乐元素呢，你看各种不同的人在学校或者是长辈或者是妈妈等等的，大家都动起来。那我觉得这样的气氛是非常令人感动的。除了Rene跟阿嬷终于见到面之外，我们也希望说我们在地有更多的祈祷，大家会唱的，大家共享盛举因为其实我们平林真的很多阿嬷都很厉害，卧虎藏龙。那就完全不一样，他就说哦，原来我唱香包歌可以变成那么 high class， 我就比较这样说一下，他们就觉得哦不一样啊，那个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件事情才是真正的关键。有一次在茶园的时候，也有听到，就是我们自己在哼香包歌，我们自己在那边，因为就是在采茶园，我们就想说好，我们就来学地方，唱一下香包歌。我们正在唱的时候，刚好旁边有路人走过，然后他就跟我们回应，我们唱的那个词跟音可能都不太正确，他就帮我们纠正，然后直接回应，就真的变成一来一往这样的香包。如果说香包歌对我来讲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应该就是因为我认识了思雅农创这些人，对我来讲，他开启我太多的这个视野所以他加入思雅农创是我的教学生涯当中一个非常大的转捩点跟亮点。是我很少看到一个在庙堂中穿着晚礼服吹长笛的美女，那个会带着学生进田野，然后跟着跑各种的民族舞，而且是去一个乡村。一般都是带着零星的学生，然后去探访跟去了解，然后去对台湾的这个在地音乐做创造，可能是很难成功，然后会失败的。但是我就是很感谢他们愿意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去磨练，然后所以非常感谢陈妈妈，非常感谢迪松文艺基金会，我觉得他们非常非常棒，对他是肯定的，谢谢。那因为从小我们是学古典音乐上来的话，我没有太多的怀疑，我其实没有太多的怀疑。可是，一直到离开了家乡，然后到了台北，然后到了美国去的时候呢，我就开始在想说，我们学古典音乐的人的终点是什么？我们学了这些东西要做什么用？因为在做香包歌的过程当中呢，我就开始认识越来越多关心在地文化的人。那我觉得大家其实都在共同努力做很多的事情。也有人跟我讲，他说香包歌他认为势必会被淘汰掉，他势必会不见。好，那但是我觉得我在某些层次或者是某些事情上面，我认为它是会被流传下去的。对，我现在看到其实是芽。那其实香包歌对我来讲，现在它也是一个幼苗，我们其实才刚把种子埋下去而已。那其实我真的希望有一天它可以就是进去变成联合国的非物质人类文化遗产。
了。